大家新年快乐，开工大吉！哈哈，老板，祝你新春大吉，生意兴隆，祝你财源滚滚而来。谢谢，大家都一样啊。去年大家辛苦了，新的一年大家继续加油。我在这里祝大家身体健康，红红火火。谢谢老板，谢谢老板。等一下大家一起唠一声啊！好，谢谢老板，谢谢老板，加油，老板。就算我不在，也要继续旺下去。老板，喝茶。彩青是不是过了？去年你嫌他们要的红包太贵，叫我别叫了，今年就没安排啊。我有这样说过吗？如果你想要，我可以试试去找找他。不用了。开工红包呢？准备好了没有？有啊，都在这。来，包多少钱8块钱。 8块，这么少？是你说喜欢8这个数字啊？你给他们每个人2个8。28？真的假的啊？你是不是智商有问题啊？2个8是28吗？88。真的是88。啊！我现在去安排啊。哎，等一下，坐下来。还有啊，你帮我换了这张椅子，给我买一张坐得舒服一点的，护腰的，贵一点没有关系。老板，你这张椅子坐了10几年都不舍得换，你还换张贵一点的？哎，你是不是中彩票？我是卖给伊文的。我会有一段时间不会回公司，以后公司的事情，你跟伊文商量。你们和好了，他答应回来公司帮你。我会说服他的。他都还没答应，你叫我去跟他说。之前伊文在公司实习的时候，也是你带他的。或许你的话，他会比较听得进去。我跟他没说2句，就会起火。我真的很失败。老板，你没事吧？我跟了你几10年，我还是第一次听你说自己很失败。难道不是吗？慢慢来，他会明白你的苦心的。希望如此吧。你重新准备红包吧，让他们开心一下。好。老板，你真的没事吧？怎么我觉得你好像变了？我哪里变了？是变了好了还是坏了？就变得好像有点人情味了。我也觉得你变了，变得有股老人味，啰啰嗦嗦，还不快滚！是，马上就滚。1200万，那我都不用带那么多钱过去了。但没有幸运儿迎走，现在有了。
14。这一次准备充分。野蛮人，野蛮人，你在哪里？哎，怎么样？去了那么久，跟沈月牵手了没有？没有，他都不在家。你电话被 block 了，嗯，我帮你打给他。不要，你每次帮我都要有好处。这叫互惠互利，你帮我，我帮你，我又没有叫你做坏事。我去睡觉。我要和一文和解，我要他搬回家里面住，我也要他回公司帮我。可是一文搬回来，那我又怎么办？我不能让你拆散他们的。你说的对，我有今天，我也有责任。如果一文坚持，我可以接受 Will。真的？我说话算话。什么？借我你的 PS503啊！哦，好。这个东西怎么用？你就轻轻的按下这个，然后对着它喷就可以了。主人，有什么我可以帮你的？扇自己一巴掌。还有什么可以帮你的？把 BX688给我。好的，主人。这里。现在 BX688也有了，一切都准备好。准备什么？你问这么多干嘛？跟我来。好啊，主人。拿着。月，这不行。月，不必喊了，因为我们的想法不一致，不会穿越的。你耍我！原来刚才你都是装的。我刚才不是明明用 PS503喷了你吗？可是你骗我那么多次，我体内的晶片对你的信任度已经降到0，这就表示我每次看到你的时候，我体内的晶片就会自动开启我的防御系统，所以 PS503对我就没有用了。我喷死你！我喷死你！我喷死你！啊，好了，你喷，那，滚！哎！你这么生气干嘛啊？对你来说轻而易举的事情，你为什么就不肯帮我？我都是为了你好。这句话，你是不是经常对一文说？你滚！滚！
你真的要我走？那你不要后悔。拜拜，月。刘浪涵，刘浪涵，真的走了，那怎么办？老婆，那我要怎么过去找你啊？怎么是你啊？你怎么在这里啊？扶我起来，扶我起来嘛！我想见你，所以我就来了。你喝了酒啊？现在很晚了。我不想回家，今晚你可不可以收留我啊？不是很方便。我不管。哎，袁小姐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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，真的不方便。我只想跟你喝一杯，我们一起喝，一起醉。袁小姐，不要这样，我送你回家吧。是不是因为我拿了你的钱，你就看不起我？我说过我会还的。我不是这个意思。老实说，为了帮我弟还债，我已经把房子卖了。现在我无家可归，可是我真的不能收留你，我怕。你怕什么？我都不怕，你怕什么？你怕人家嫌吗？我怕我老婆会不高兴。虽然她人已经不在，但是我还是要必须尊重她。我不能随便带别的女人回家里面过夜。对不起，是我喝多了，胡言乱语。不好意思。袁小姐，袁小姐，老婆，我好想你。你回来了。
对不起，袁小姐。头好晕啊！真的很头痛。你别起来了，你休息一下吧。你不要走，留下来陪我。真的很喜欢你。你今晚就在这里休息吧。老婆，你是谁？我才离开几年，这么快你就忘了我？老婆，真的是你吗？老婆，我爱你。仁哥，你又认错人了。你不是珍惜，我是袁姐。为什么会这样呢？昨晚是你抱我进来的啊，你还说你只要我一个，你很爱我，你忘了吗？你不要过来！我记得不是这样的呀。我记得你进了客房，我就上来这个房间，我还锁了门。你怎么进来的？你是男人，你怎么可以不认账？不是我记得我是跟我老婆。算了，不要再说了。哎，等一下，你又想说什么啊？你不要用那个洗手间，我老婆她有洁癖的，她不喜欢。哎，你的掉了。你不要胡思乱想啊！不是你想的那样的。
真的不知道会变成这样的。是我的错，我不应该来的。我们昨晚真的……算了，就当什么事都没发生过。我可以补偿我对你的伤害的。你要怎么补偿？给我钱吗？我不是要羞辱你，但是我实在想不出更好的方法。如果我说我不要钱，我要人呢？可以吗？我什么都不要，你陪我吃个早餐总可以吧？哇，这么多东西吃啊，看起来都很好吃的样子哎。这里的东西真的很好吃的，所以我就多买一点，给你试试。谢谢。那我就不客气啦。真的很好吃啊！这些食物都是我老婆最喜欢吃的。你要不要试试看？我自己来。哇，你老婆真的很幸福，有你这样的老公。哪里会幸福？以前他在身边的时候，我把他当成是理所当然的。现在他不在了，我才知道我失去了什么。别难过啦。我这一辈子是不会忘记我老婆的。我是个混蛋，居然做出对不起我老婆的事情。我都说了嘛，昨天的事情就当没有发生过。真的对不起。你欠我的那些钱，不用还了。仁哥，仁哥。Hello。喂，昨天晚上怎么样？那条大鱼上钩了吗？我是已经下了。可是他睡得像死猪一样，他还以为自己跟我睡了。他这一次是完蛋了，我是吃定他了。
今天没有回公司吗？下半天work from home。你干嘛买这么多东西啊？都是一些日常用品，总不能在这里白吃白住吧？我有东西要跟你说。是不是想跟我说你的甜品店已经结束营业了？你怎么知道？刚才刚好经过，原本还想进去吃一碗甜品的。对不起啊，我应该先告诉你的。没事。为什么突然把店关掉？生意不好？爸要我回去公司帮他打理业务。你为了帮那个人关掉甜品店？当然不是。说实话，我对公司是有感情的，毕竟是2代人的心血。他一定有条件的。我原本也是这么觉得，可是到了后面，他竟然妥协了，答应让我跟薇在一起。怎么可能？在我记忆中，这是他第一次对我做出退让。跟他斗了6年，看到他对我低头，我没有赢的感觉，一点都不开心。看到爸落寞的离开，不知道为什么，我有点想哭的感觉。你上当了。那个人太了解你了，知道你的弱点。他在演戏，博同情。自从小叔离开家里以后，就没有人帮他打理业务了。爸一个人真的不容易。如果你想回公司工作，那你去吧。我只能说，开心就好。不如我们一起回去。我连跟他讲话都不想，怎么可能一起工作？你不会看到他的。爸说他会离开一段时间，可能都不回来了。他要我搬回家住，帮他看家。这种话你也信？总觉得爸好像有什么事，不知道是不是他的健康出了问题。他有一种在交代后事的感觉。他只是想骗你回去而已。小林，回来啦？怎么样？钱收到了吗？你进去再说。你帮我收拾啊。喂，用完杯子自己洗，不要总是放在那边。先放着，我的习惯是一次过洗到完。是吗？我看你的习惯是等别人帮你洗吧。是不是看我不顺眼啊？一直要跟我吵架。因为你好吃懒做，每次用完碗盘杯子，从来没看你洗过。你还挺注意我啦，崇拜我啊？崇拜你？就我姐才那么傻。可是她快要醒了。不可能，她不像你们这样势利眼。如果你有骨气，刚才就不会跟我姐伸手要钱。靠女人养，还觉得自己很良好，你还是不是男人的？她欣赏我，爱我，心甘情愿支持我追求梦想。你看不惯了，滚远一点啊！我就是看不惯你欺负我姐。你的衣服你自己洗啊！什么意思啊？要打架是吗？来啊，打啊！你们在干嘛？我最恨就是你这种人啊！
看不起我是不是？你自己又好到哪里？还不是住在人家家？我不是好欺负的，我忍是因为看在你姐姐份上。不用忍，我在这里。再说一句，够了，出去！你们一家人没有一个把我当人看。喂，你是不是打错电话？为什么这样讲话？我想找你谈谈。我们之间有什么好谈的？我已经受够你们蔡家人的气了。我想跟你见个面。见面？上一次你要我跳楼，这一次你要我怎么死？我是要给你钱。我在家，来不来随便你。长哥，我来了。年轻人不要不劳而获。想要钱，总得要帮我做点事吧？不要耍我啦，有话就直说。你最近在忙什么？原本是要跟朋友开办，可是没有钱。钱我可以给你，但是我有2个条件。又要离开你女儿是吗？第一，我要你好好做；第二，我要你对伊文好，不能伤他的心。就这样啊？你需要多少资金？差不多10万左右。我比较喜欢8这个数字，我给你8万。你是说真的啊？你要我把8万块的现金都放在你面前，你才会相信吗？当然不是。那我什么时候可以拿钱？那就要看你什么时候能够把这个院子打扫干净。马上。做人不可以不劳而获，我马上扫。昂哥，落叶扫完了，还有什么需要帮忙的吗？这才像以前的你。啊？看你满头大汗，进来冲个凉吧。我可以进去冲凉？不然呢？你在这里冲也可以啊，顺便帮我浇花。我进去冲，我进去冲。这么多年都没有改变，连家具都一模一样。我们家有个规矩，吃团圆饭的时候，不习惯有外人在。明白。等一下，我跟你一起走。哎，在楼下找不到你，你跑上来干嘛？你不是叫我进来冲凉？楼下厕所也可以冲啊。我不知道楼下有冲凉房。你要喝水，到楼下的厨房拿。谢谢杨哥。不过刚才你说要给我的钱呢？如果是10万就更好了，我就不用贷款了。做人不要那么贪心啊。省省还是可以的，你放心。我先走了，谢谢你，杨哥。我下次再来帮你扫落叶。哎，
记得你答应过我的事，要对怡文好一点。一定一定一定，重要的事情要说3遍。谢谢你啊。喂，请问你认不认识一个叫严杰的人啊？他晕倒了，你可以马上过来吗？哎，怎么一个人在这里？打电话给我那个人呢？他只是个路人，他看到我跌倒了，说想要我联络我家里的人。我哪有什么家人？我第一个想到的人就是你。那我带你去看医生吧。不用了，只是老毛病，休息一下就好了。那我送你回家。我哪有什么家？你是忘了，还是故意想要摆脱我啊？不是，我真的忘了。那你这几天都住在哪里？我租了一个小房间，可是我居然发现那个屋主偷装了针孔摄像机，我就赶紧逃了出来。那现在怎么办？你陪我找一间便宜的酒店吧。那些地方很复杂的，出入也不太安全吧？那也没办法，暂时住一下吧。看到我这么惨，不可能不心软吧？还不开口叫我去他家住？难道这一次我失算了？不如这样吧，你先住在我家。这样不太好吧？你现在这个样子，也没有别的选择了，先住下来再说吧。你暂时先住下，别想那么多。你不怕林黛看到我们，也会以为我们……总不能让你住那些廉价酒店呢，不安全。谢谢你啊，仁哥，又在给你添麻烦了。要是我找到地方住，马上就会搬的。你先休息吧。
婆，我跟那个袁杰真的什么东西都没有的。我是看他那么可怜，所以才收留他。我相信，如果你在，也一定会帮他的，对不对？什么事啊？我睡不着，想跟你聊聊天。现在很晚了，你身体不舒服，早点睡吧。有什么明天再说吧。哦，我好多了，只是翻来覆去，就是睡不着。你跟我聊聊天好不好？你睡不着，我也帮不了你啊，我又不是医生。不知道为什么，每一次看到你，我心里就会觉得好多了，很有安全感。你让我进来好不好？现在已经很晚了，我不跟你聊了，越聊我就越睡不着了。晚安，仁哥。房门明明是关的呀。我的包包呢？对望回忆很可以放，寂寞两端各自惆怅，思念何处寄放，困在泪中央。若可以回转时光，多点陪伴，是否就能把爱都留在身旁？动了情的人，如何说放就能放？一边抵抗，一边投降。若可以